性爱秘籍降凤18招外传第13集，基点的惊天大秘密与自己爽的关联性。第一，如果你没有看完第28章以及第29章，你可能无法理解此章的内容。第二，连金手指加藤鹰都无法告诉你的事。第三，男人做爱4部曲的问题点。降凤18招解开的性秘密，都是你以及全天下的专家都不知道的事。在第28章基点的惊天大秘密上集里面，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：色老头想要自己爽，跟发现基点惊天大秘密有关联。在此，我是假设你已经看过基点的惊天大秘密上集和下集，你再来看这一篇，才有可能看得懂这一章所说的内容。色老头在早期还没有学会性爱秘籍降凤18招之前，也都是跟全世界的男人所使用的做爱方式一模一样，就是一，亲亲女人的嘴、脸、脖、胸等等；二，摸摸女人的屁股、大奶、小穴、小豆豆等等；三，掏出大鸡鸡，狂插猛刺，再加上变换各种姿势；四，爽爽的射在小穴或嘴里或脸上或体外等等，然后就去冲洗或是倒头大睡。这就是我细分成的男人做爱4部曲，是不是很熟悉呢？猴急的男人甚至会省略掉很多的步骤，直接掏出大鸡鸡硬刺猛插。这些场景，我想全世界有过性经验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很熟悉吧？那就请问一下各位看官，使用男人4部曲的方式来做爱，每一次做爱到最后一定会爽翻天的是女人还是男人呢？我常常在影片中一直再三的强调，大家要多用大头脑去分析判断，不要被下面的小头的精虫给冲昏头了。因为你们要先能够发现到问题是什么，才有机会去找出解答。如果你们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找得到答案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加藤鹰找得到基点，而你为什么却找不到基点？为什么色老头一开始没发现大奶妹有基点，却是在使用性爱秘籍之后才发现大奶妹有基点？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去想过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只会让小头精虫冲脑？为什么只会被半吊子的专家牵着鼻子，或是说牵着小头走？所以你们都在性焦虑的地狱中轮回，都是自找的。之前色老头曾经提到过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年老体衰，会有硬不起来的情况出现了，因此想要把握住最后时光，尽量的多使用大鸡鸡狂刺猛插，更到爽爽的射出来。至于大奶妹爽不爽，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因此在当下大奶妹有没有基点，
根本不是重点。意思就是，当男人只会用鸡鸡狂刺猛插，直到爽爽的射出来，在这种做爱方式之下，是不可能发现基点的，因为你的鸡鸡是感受不到基点的存在，即使基点已经浮现出来。你们看过加藤鹰是用鸡鸡去寻找基点呢，还是用手指去寻找基点呢？你们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吧。就是因为你们和色老头一开始都一样，只要想着自己爽，所以你们才只会想着用大鸡鸡狂刺猛插。很可惜，女人若是没有真正的欲火焚身之时，基点是不会明显浮现出来的。再加上男人的鸡鸡感觉完全不够敏锐，根本感觉不到基点微微突出的现象。如果你们有看过加藤鹰的影片，应该就会知道，加藤鹰是一开始就直接把手指插进女人的小穴里面狂按猛抠吗？加藤鹰当然不是这样乱按瞎抠，他都是要等到女优开机上火之后，才凭着自己的经验开始抠摸基点。因为只有靠着手指的触觉，才能感觉到基点是不是已经浮现出来了。而且加藤鹰有那种本事，能让女人开机上火，欲火焚身，而你们有吗？然后他再靠着经验刺激女人的基点，让基点慢慢完整浮现出来，最后才能制造出潮吹现象。不过色老头更有本事，只要使出性爱秘籍降凤18招，直接就能让女人爽到后段高潮时期，让女人的基点自动的完整浮现出来。你想摸不到基点都很难，但是加藤鹰却没有办法告诉你基点何时才会浮现。他完全是凭自己的经验去摸索基点，因此其他人是很难复制他的方法。反观降凤18招，却是很清楚的解开基点的惊天大秘密，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们大家，基点是在后段高潮时期会完整的浮现出来。一直告诉过你们，全世界半吊子的性爱专家根本无法说清楚女人各种的性反应现象，那些都只有在性爱秘籍降凤18招里面才找得到正确解答。所以男人只要用鸡鸡抽插，这种男人自己爽的做爱方式是无法察觉到基点的存在，而且使用鸡鸡抽插的方式其实是很难让女人爽到后段高潮时期。你的鸡鸡连让女人爽到一般高潮程度都有困难，所以基点是无法完整浮现出来的，甚至根本不可能浮现出来，才会造成你们都摸不到基点。不见得是女人没有基点，这样你们懂了吗？若非当年大奶妹的善良，在色老头第一次无预警的出现了勃起障碍，体贴他，安慰他，没有取笑他，
才让色老头无意之间破解了女人基点的惊天大秘密。性爱秘籍详奉18章，已经解锁了许多女人身体性反应的秘密，只是一时半刻之间，我在此无法一一详述解说，敬请大家期待未来解锁。我们下次再见。